大家好，我是小莫。上一集我們談到了一個觀點，我們總以為是自己在做人生的各種決定，但很多時候我們只是照着一套早就已經存在的信念，在一步步的回應這個世界。我們的信念形成了情境，發生的情境又強化了我們的信念，人生就在信念不斷回饋的回圈裡持續的演化。看到這裡，也許你的心裡會有一個問題：如果人生真的像劇本一樣，一直照着這套信念在運轉，不停的回饋，那我還有可能去改變命運嗎？還是我這一生大概就只能照着劇本走下去了？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。今天我就想跟大家一起往更深的地方走。也許最後的答案不在於怎麼改變劇情，而在於到底是誰才是那個真正在寫劇本的人。你有沒有過這種經驗？明明知道一個道理，卻老是做不到。例如，你知道不要一直在意別人的眼光，你知道不要一直討好別人，你也知道自己值得被愛，可是每次碰到事情的時候，還是不小心就退縮了，甚至會害怕，也會懷疑自己。我們有時候會想，是不是我還不夠相信自己呢？但也許問題根本不是夠不夠相信，而是你現在相信的立足點，並不是那個能夠決定人生的位置。我們常常以為只要換個念頭，人生就會不一樣。我們總是告訴自己，我值得被愛，我很富有，我很自由。這些話有時候念了很多遍，甚至還寫下來了，但好像感覺嘴巴上說相信，身體卻好像感覺不到真正的相信。假設現在有人突然告訴你，其實你是一個身價千億的人，你說好啊，我相信。那你現在如果看到一隻很喜歡的1000萬元的手錶，你買得下去嗎？你可能買不下去，不是因為你不想，是因為在你心裡更深的地方，其實還不太能相信你的身價真的有1000億。心理學有個說法叫做內隱與外顯的落差。你嘴巴上的認同，那些你可以講得頭頭是道的信念，跟真正驅動你行為的那套系統，其實完全不是同一個。你可以在意識層面100%同意我值得被愛，但身體裡有一套更深的東西，還是照着舊的劇本在運作。這不是你的意志力不夠，是這兩套系統本來就分別在不同的層次。真正會決定你人生走向的那個相信，並不在嘴巴上，也不在念頭上，它在你更深、更靠近意識底層的地方。那是你平常根本碰不到，也叫不出名字的地方。你一直以為是你在想事情，在做決定，但真正在運作的是那個你可能根本從未深入過的地方。假如說信念的產生並不是來自我們的念頭，那我們要往哪裡去找那個信念的源頭呢？不知道你有沒有過這種感覺？有時候回頭看看10年前的自己，你會覺得，那真的是我嗎？那時候曾經很在意的事情，現在回頭看好像有點陌生。小時候的你，高中的你，剛出社會的你，每個階段都很像不同的一個人。如果是這樣，那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的你呢？想象一下，你的人生是一部電影，從小時候到現在，每一個階段的你都在熒幕上演出着。哭過的、拼命過的、放棄過的，都是戲裡的畫面，而你一直認為自己是那個主角。但如果真正的你其實並不是那個主角，
而是坐在觀眾席上看着你人生電影的那個呢？那個小時候的你，那個曾經努力上進的你，那個受過創傷一直好不起來的你，都只是熒幕上的角色。他們很真實，你也曾經完全的活進那些身份裡面，但他們其實都不是真正的你。你一直是在看着這一切的那個。正是因為你始終把自己當成戲裡的主角，你才會覺得人生劇本好像早就是注定好的，你只能被動的承受，配合着演下去。一旦你真的明白自己其實坐在觀眾席上，你會發現原來改劇本的地方從來就不在戲裡面，而是在你看着的那個位置。可是有時候我們明明知道那些都只是角色，為什麼還是放不下呢？為什麼我們還是那麼容易受傷，還是容易生氣，還是一直覺得事情就是發生在我身上啊？我以前一直覺得只要把過去放下，我就會自由了。可是後來我慢慢發現，真正放不下的並不是那些事，而是那個一直覺得我是這樣的人的自己。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？你是一個父親或母親，是一個老闆或是員工，是一個責任感很強的人，或是一個為了生存而被迫放棄夢想的人。這些身份聽起來都很合理，都很像真實的你，而且他們不只是听起來合理而已，他們一直在你腦中反覆播放。有時候在洗澡，有時候在開車，有時候睡前躺在床上，明明什麼事都沒在做，腦袋裡卻一直出現我以前都怎樣怎樣，那個人是不是討厭我啊？萬一明天失敗怎麼辦呢？神經科學發現，這些在腦子裡嘮叨的念頭其實是有跡可循的。大腦放空的時候，其實並沒有真的停下來，有一套系統一直在運作，不斷地播放着我是誰，我以前都怎樣，我的未來會變怎樣。科學把它稱為預設模式網絡。那些感覺很真實，是因為這套系統一直在播放，但那些都只是熒幕上的角色而已，只是這一次是你現在正在演的那個。你越是把自己塞進某個固定的身份裡，你能夠移動或改變的空間就越小。並不是那件事困住了你，而是你為了繼續當那個人，不敢從觀眾席上把自己認回來。放下過去，很多時候其實只是在放下我一直以為的我是誰而已。到這裡，你可能會覺得好像差不多快要找到答案了。原來困住我的不是那些曾經發生過的事，而是我一直都把自己當成了那個角色。如果我能放下那些身份認同，是不是我的人生劇本就可以開始改變了？以前我也是這樣想的，可是後來我發現，其實還要再走得更深入一些。因為回到觀眾席，放下身份認同，這些都還是在講你是怎麼看待信念的。但是那些信念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呢？在你對眼前的一切下判斷之前，在你說這樣比較好，那樣不好之前，在你把一個遭遇解釋成某種特定的意義之前，例如當有人沒有回你的訊息，在你開始想他是不是討厭我之前，或是當有人皺了一下眉頭，在你開始解讀是不是我做錯了之前，有一個比這些所有的解釋都還要更接近起點的地方。平常我們的注意力總是在經驗的本身，你在想一件事，你在難過，你在生氣，你整個人就泡在那個念頭或是情緒裡面。
但你有沒有遇過這種狀況？本來很生氣，突然有一瞬間，你心裡冒出這一句：我怎麼這麼生氣啊？很奇怪，前一秒你還在情緒裡，下一秒你好像站在另一個位置，正在看着這個情緒。也就是你忽然知道自己正在想這件事，而不是整個人陷進去那個想事情的狀態裡。心理學有個說法叫做後設覺察，說的就是這個，並不是覺察到一個念頭，而是覺察到自己正在覺察的這件事本身。多了這一層，你就從泡在念頭裡退到一個看得到念頭的位置。那個位置還沒有開始定義你所經歷的任何事，你接觸到的任何東西，沒有標籤，沒有故事，沒有這代表什麼，只有一個很單純的看見，但還沒有產生這代表什麼的想法。聽起來很抽象，但其實我們每天都曾短暫的經過那裡，只是很快的我們就又被拉回念頭本身，很少停留在那個沒有任何解釋的地方。你可以先記得這件事就好。所有的信念，所有後來變成劇本的東西，最初都是從這個尚未被定義的地方開始的，而那裡才是一切可能性最初被打開的地方。所以繞了這麼一圈，我最後真正想談的其實只有一件事。很多人總是會問，我要怎麼改變信念？我要怎麼改變人生？我要怎麼顯化我想要的未來呢？可是更重要的問題也許都不是這些，而是現在想要改變人生的這個我到底站在哪裡？如果我們還把自己當成戲裡的角色，那所有的努力都只是角色拼命想改變眼前已經正在播放的劇情。因為角色本來就是劇本的一部分，它本身是改寫不了劇本的。能改變劇本的人不是角色，而是一直看着整部電影的那個人。所以很多人努力的方向也許都放錯地方了。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戲裡的角色要怎麼演得更好，而是你有沒有機會走出角色，回到那個真正在寫劇本的位置，回到那個信念還沒有形成之前的位置，回到那個故事還沒開始之前的位置，回到那個還沒有任何一個我是某某人之前的位置。那個地方還沒有生出角色，也還沒有我是誰。只有在那裡，你才不再只是被劇本推着往前走的人，而是第一次真正看見劇本是怎麼寫出來的人。所以到最後，也許我們該問的不再是我要怎麼改變人生，而是現在正在努力想改變人生的是誰？你願不願意把人生的決定權交還給正在寫劇本的那個？因為角色的一生都活在劇本裡，而真正的自由只能從回到觀眾席才開始。當你有一天開始看見這件事，也許劇本就已經開始改變了。靈性基礎這4集，我們一路談了什麼是真實，誰在做決定，信念怎麼形成劇本，還有劇本真正是在哪裡寫下來的。但這些都只是起步而已，因為知道了和活出來是2件不同的事。之後的新系列，我想陪伴大家把這些觀念慢慢變成一種可以活出來的體驗。也許有一天你回頭會發現，原來人生從來不是沒有出口，只是以前的我們一直都站在劇本裡尋找出口。
而真正的出口從來不在劇本裡，它一直都在那個看着劇本的人。我想帶着大家一起一步一步回到那個更加清醒的位置。我們下一個系列見嘍！